娇俏少女趴在墙角，透过窗户窥探着哥哥的房间，正上演着一场热情似火的缠绵。俏皮的她故意发出声响，惊动了屋内的一对情人。哥哥表示偷看是要被惩罚的，吓得妹妹立马逃跑，但她还是敌不过哥哥，被拦腰抱住压在了地上。只是哥哥却不忍心真的惩罚妹妹，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近到可以清楚感受到对方炙热的呼吸。这便是中世纪最著名的骨科兄妹。Don't you love God, Cesare? More than I love you. 他们便是波吉亚家族的卢克雷奇亚和凯撒，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女们。而这个家族也一度被称作西方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黑道家族。在中世纪的欧洲，罗马教廷凌驾于王权之上，而教皇则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彼时正值1492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老教皇去世后，机关算尽，不惜散尽家财贿赂各位枢机主教，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不过在加冕仪式前，新教皇铁叔将迎来一项极为重要的身体检查。他换上睡裙，坐到一张中间被挖空了的椅子上，随后侍从洗净双手，便开始检查。在验明正身后，新教皇铁叔迎来了他盛大的加冕礼，穿着由金丝手工编织而成的教皇长袍，一步步走进庄严神圣的教堂，沿途接受着虔诚信徒们的跪拜。由3重皇冠装饰而成的教皇皇冠，象征着教皇是国王和君主之父，是世界之主。而随着戴上皇冠成功加冕为新任教皇，铁叔正式开启了他在欧洲呼风唤雨的时代。只是集权力于一身，也是集仇恨于一身。铁叔在成功当上教皇后，卸磨杀驴，将曾经许诺给欧西尼主教的副秘书长职位转投给了别人，气得欧西尼主教当场开始揭发。但铁叔却笃信对方拿不出证据，下一秒就用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让对方闭嘴。欧西尼主教见形势不对，也立马认错服软，上前去亲吻教皇的手背以示尊敬，随后为表歉意，设宴邀请教皇以及其他主教去家中做客。而教皇的儿子凯撒却敏锐地察觉出这是一场鸿门宴，于是在终于借机离场，来到厨房，果然发现一名刺客正准备下毒。随后凯撒便用他的3寸不烂之舌，成功将刺客策反，让原本应该出现在教皇酒杯中的毒药，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欧西尼主教自己的口中，当场毒发身亡。凯撒也趁乱带着父亲离开。得知所有家人都可能遭遇危险，凯撒立马来到妹妹的门前，却只见到刚刚哄完妹妹睡下的母亲。 You miss her that much? Always. If anything happened to her, I'd die. 教皇看上了来忏悔的美艳少妇，便要求她每天鞭打自己，从清晨直至傍晚，以此来赎清罪孽。然而每到深夜，教皇便会悄悄推开房门，来见证少妇虔诚的救赎。 They will forgive us, Your Holiness. God will. 教皇就此动了凡心，卑劣地将茱莉亚藏在这间庇护所，每晚通过密道来与她私会。肆无忌惮的他并不知道，这一切都被一个女仆尽收眼底。而美艳的茱莉亚彻底让铁叔沉沦，甚至安排价格昂贵的画师为她作画。这一幕正好被铁叔的女儿卢妹撞见，她猜到眼前美丽女人不可告人的身份，但懵懂天真的少女却轻易地被一条项链收买，主动与父亲的情人做了朋友。 Can I kiss you then? Only if we are to be friends. We are friends already. 直到晚上，卢妹依然把玩着那条美丽的项链，并将自己结识的这位名叫茱莉亚的新朋友告诉了母亲，却让母亲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I've heard she's beautiful, this Julia Farnese. Papa thinks so. I'm sure he does. And where did you meet her, Lucrezia? In Papa's rooms. 在女儿睡下后，卢妈便气势汹汹地冲进教皇的议事厅，当着众人的面指责铁叔对自己的欺骗。只因铁叔在刚刚上任教皇时就拒绝了妻子的亲热，并告诉他，作为教皇，从今往后他都要清心寡欲了。卢妈这才意识到，铁叔所说的禁欲只是针对自己。眼见话题尖锐，儿子凯撒立即清退各位主教，但以老罗为首的竞争对手们还是立刻抓住了重点，于是联合众多不满教皇的主教，准备以公然内窃的罪名让教皇下台，并且众人快速找到了目睹这一切的侍女，准备让她出庭作证。然而铁叔作为教皇在这教廷中也不是吃素的，四处安插眼线的他很快就得知了这一情报。老罗正信誓旦旦的要找侍女出庭作证，指认教皇公然淫乱，然而却只得到一句永远无法开口的尸体。纵欲的罪名被反扣在老罗的头上，他开始连夜离开罗马逃亡。铁叔在罗马教廷的地位日渐稳固，便开始了疯狂敛财的计划。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准备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杰姆送来罗马被教皇监管，以收养为名，实际上要将他作为质子。苏丹不希望弟弟威胁到自己的王位，同意每年支付罗马教廷4万金币。铁叔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赚钱的机会，但他的野心还远不止于此。 If he lives. What? If he dies and his body is delivered to his brother, who hates and fears him, 400,000.
40万金币的诱惑的确不小。铁叔此刻虽然还没有杀掉杰姆的打算，但着急要为女儿联姻的他，却被对方提出索要丰厚嫁妆的条件。A dowry? But of course. 年仅14的教皇之女就要承担起联姻的重任，不谙世事的她向哥哥倾诉自己的迷茫。 For I shall never love a husband as I love you, Cesare. I'm afraid, dear sister, the Pope does not ask you to love your future husband, merely to marry him. And if my husband proves ungallant, I shall cut his heart out with a dinner knife and serve it to you. 有大哥凯撒作为坚实的后盾，让卢妹对未知婚姻的恐惧转化为了好奇。得知好友杰姆娶过4个女人，卢妹也想知道他是如何对待妻子的。 You can beat a wife but not kill her. 当听到做妻子要挨打，卢妹瞬间害怕起来。 I will not be beaten, Jem. 杰姆立马安慰卢妹，表示没有人敢打教皇的女儿。 而且卢妹作为梵蒂冈城内最美丽的珍宝，杰姆发誓要用生命来守护她。只是没想到誓言竟要一语成谶，要与卢妹联姻的斯查福家族提出要索取巨额嫁妆，因为斯查福家族需要大量资金来装备军队，以备不时之需。而教皇此刻立马想到了他的移动金库。杰姆被哥哥苏丹送来罗马抚养，表面上开出了每年4万金币的生活费，背地里却偷偷告诉教皇，只要他送回的是杰姆的尸体，让自己的王位不再受到威胁，将直接送上40万金币作为酬谢。急需要嫁妆准备联姻的教皇，将暗杀杰姆的任务交给了二儿子胡安。然而悲哀的是，杰姆自从来到这里就将胡安当作最好的兄弟，却没想到要喝下他亲手送上的毒药。当场毒发的杰姆倒在了哥哥凯撒的身上，善良的他却还在为自己弄脏了他的主教礼袍而道歉。第一次用毒的胡安经验不足，导致杰姆没能当场断气，此刻还在床上痛苦的挣扎。为了让杰姆尽快得到解脱，胡安只能亲手用枕头捂死了对方。 So our sister's dowry is done. Here endeth the first lesson. 很快，罗马教廷就与君士坦丁堡完成了交易。在交付杰姆遗体的那一刻，苏丹也送上了承诺的40万金币，还追加了10万金币作为照顾弟弟的酬谢。教皇之女卢克雷齐亚的嫁妆就这样有了着落，与斯查福家族的联姻也就此提上了日程。然而，在卢妹试穿婚纱时，却得知了一条她无法接受的消息，那便是她的亲生母亲不被允许出席参加她的婚礼。教皇父亲身边坐着的将是他的情人，只因情人是贵族出身，而卢妹的母亲曾是罗马家喻户晓的官妓。斯查福家族提出她不能出席婚礼的要求。 I will make it up to you. 卢妹得知后立即找到教皇父亲，恳求他让母亲出席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但教皇却没给他商量的余地，转身离去。婚礼如期而至，卢妹带着遗憾缓缓走向她未来的丈夫，而最疼爱妹妹的凯撒也成为婚礼的主持，亲手将卢妹交给了别的男人。仪式结束后，凯撒心中冒出一股无名怒火，为了得到宣泄，他找到母亲，让她换上最隆重的华服。 The Pope forbade your presence at your daughter's wedding. He made no mention of its aftermath. 随后，凯撒便带着打扮华丽的母亲来到晚宴，弥补了卢妹心中的遗憾。教皇看到妻子的到来，瞬间变脸，只是为了顾全大局，他只好忍了下来。但新郎乔瓦尼的脸上却闪过一丝不悦。舞会持续到深夜，年幼的乔妹体力不支，趴在桌上睡着了。心疼她的哥哥直接越过新婚的丈夫，将熟睡的妹妹抱进了房间。 14岁少女嫁给了粗鲁的大叔，懵懂的她忐忑期待着新婚夜的到来，憧憬着丈夫的双手是否会像自己的这般柔软。侍女却一脸惊恐地告诉她，大人的手又硬又结实。 When he beat me. Hard. 卢妹安慰侍女，表示从今以后她都不用再挨打了。但少女还是想得太天真，她不仅保护不了身边的侍女，更甚至无法保护自己。沐浴结束的卢妹坐在床边静静等待。此时屋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但对今晚充满期待的卢妹却并未得到温柔的对待，一整晚都受尽了折磨。痛苦的卢妹一直哭到了天亮，而丈夫乔瓦尼第二天一醒来，看到床上的血迹，却更加不耐烦。 Virgin, you must be unique in your family. 从此之后的每个夜晚，丈夫孜孜不倦地履行婚姻义务，却也成了卢妹最大的煎熬。因为一晚的折磨过后，她便会浑身布满伤痕。卢妹不明白为什么婚姻是这般模样，唯一能够得以喘息的，便是丈夫白天出去打猎的时间。这天，卢妹在闲逛时结识了一名叫保罗的马夫。卢妹意外地发现保罗的双手很柔软。 Will they be hard someday? I know not, my lady. Lucrezia.
指尖慢慢滑落到十指相扣，两人之间的气氛渐渐变得微妙起来。之后的日子里，马夫保罗与侍女每晚在房间外听着卢妹的惨叫，心疼不已。到了白天，保罗便会牵着马带着卢妹去森林里散心，希望能扫除她夜晚的阴霾。保罗不理解，卢妹贵为教皇之女，如此美丽高贵，为何却要被大人的如此虐待？卢妹的遭遇让保罗非常心疼，也激发了他心底的保护欲。不久之后，乔瓦尼大人就在打猎时摔下了马，导致右腿骨折，只因保罗前夜在马鞍上偷偷做了马脚。看到这一幕的卢妹险些没忍住笑了出来。此后摔断腿的乔瓦尼不仅白天不能外出打猎，晚上更没有能力去折磨卢妹，而这样的状况还要维持几个月的时间。聪明的卢妹也装得贴心懂事，服侍在侧，不禁让之前粗暴对待她的丈夫生出了愧疚之心，表示要原谅卢妹。来自于一个不堪的家族，她的高贵是源自于灵魂的。极具家族荣耀感的卢妹也不得不咽下心中的怒火。 I must accept your forgiveness then, my lord, for the accident of my Borgia blood. 恶心的伪装结束，卢妹终于可以迎来短暂的自由，和保罗在静谧的森林中约会。她看着池水中保罗的倒影，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It is impossible To fall in love with a reflection. to kiss it. And I thought I would never know sweetness. 马夫深夜在侍女的掩护下，偷偷溜进了夫人的房间，而夫人也已经做好准备，等待他的到来。剧烈的声响吵醒了在楼下养伤的丈夫，他愤怒地从床上爬起，循着声音找了过去。好在有侍女帮忙掩护，楼上的卢妹与马夫保罗才没有被发现。乔瓦尼的意外受伤，让长期遭受虐待的卢妹终于尝试到一丝丝甜蜜的滋味。她也在保罗的温柔中渐渐沉沦。更值得高兴的是，由于弟弟的婚礼，卢妹有了一次回娘家的机会。时隔数月再次相见，哥哥凯撒立马飞奔到他最疼爱的卢妹面前，两人一见面就有聊不完的话题。凯撒急切地想要知道妹妹婚后过得怎么样，但卢妹却害怕哥哥担心，将那些心酸的经历都埋葬在心里，避重就轻地表示过得还不错。I need details. You will not have them. 年仅10岁的弟弟的婚礼很快到来，而新娘却是位成熟美丽的女子。卢妹一眼便对这个弟媳没了好感，只因在婚礼当场，她便大胆地和主持婚礼的二哥眉来眼去。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早在二哥胡安去沟通联姻事宜时，就与准弟媳发生了不可说的关系。而两人在新婚之夜却是更加过分，直接在婚房之外的走廊短暂约会。胡安还道貌岸然地叮嘱弟媳，让她对弟弟也要像对自己这样好。 Now, my husband, are you ready? 婚礼匆匆结束，卢妹对这场联姻并不看好，似乎是自己那段悲哀的婚姻让她看不到希望。但婚礼已经结束，她也不得不准备动身回到丈夫身边。而短短几天的时间，凯撒便从妹妹细微的变化中察觉了她低落的情绪，也看出她不再是从前那个无忧无虑的女孩。他逼问卢妹，乔瓦尼平时都以什么取乐？ Hunting? The marital bed? I dislike him already. 卢妹表示，丈夫最近幸运地摔断了腿，她得以有了一些自由的时间。但玩笑过后，他们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很快，卢妹就回到了丈夫身边，而乔瓦尼身体恢复的速度似乎比她想象的要更快一些。 My leg, thank God, is healing. So we may confirm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I've slept alone too long. 女人上床前故意在地上洒上一盆水，随后妖娆地坐在床上露出香肩。此时丈夫拄着拐杖走进来，看到这香艳的一幕，立马迫不及待，加快靠近的步伐。结果下一秒就被地上的水渍划到。卢妹立马假装上前关心。结果弱小的她根本扶不起大块头的丈夫，还导致她的伤势更加严重了。卢妹的计划彻底成功，本以为往后的日子都可以得到解脱，结果娘家波吉亚家族却在此时传来噩耗。丈夫乔瓦尼告诉卢妹，法国军队此时正朝着罗马前去。You know, enough shoulders know that your father's days may be numbered. I will always be my father's daughter, sire. And unless I am very much mistaken, I do believe the Sforza armies, yours and your cousin Catarine's, were pledged to his cause. Promised it formed part of the betrothal arrangement. And my lord would never renege on a promise. My cousin Caterina already has.
卢妹这才意识到，丈夫乔瓦尼打算背弃他们婚约里的条例，不出兵支持罗马教皇，甚至还要在此时讽刺一句，废黜卢妹的父亲赶她下台，就好比是除掉梵蒂冈城内的一头猪一样大快人心。如此刻薄的话语，听得卢妹直犯恶心。Perhaps your words offend me. Forgive me then for speaking so plainly. 乔瓦尼也没有拐弯抹角，他表示佛罗伦萨一旦任由法军通过，内斯福查家的军队就会和法军站在一起。面对丈夫的背叛，卢妹险些站不稳，最终还是在侍女的搀扶下回了房间。此时远在罗马的教皇父亲也正处于一个焦头烂额的状态，他急切地想要知道女婿乔瓦尼的态度与行动，于是便派出情人茱莉亚去了解情况。而投靠了法王的枢机主教老罗，此时也来到佛罗伦萨谈判。大王开出了一系列可以避免战争的离谱条款，首先要允许法军通过，以及25000士兵在佛罗伦萨驻扎，其次要赔付40万枚金币，最后还要求美第奇家族、帕奇家族、吉伯提家族提供人质以示交好。懦弱的佛罗伦萨国王统统选择了妥协，最终亲自将法王迎进了城门。另一边，茱莉亚也终于到达了乔瓦尼的城堡，然而对方想要毁约的态度已经昭然若揭。茱莉亚明白已经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只好去寻找卢妹。而卢妹自从上次不适之后，就一直体力不济，卧床不起，一到早上还会恶心呕吐不止。她严重怀疑自己是得了沼泽热。当听到这些的茱莉亚心中却有了另一个答案。Your husband, Does he visit your bed nightly? he had a hunting accident, Julia. He has slept alone since his fall. 茱莉亚回到床前，告诉卢妹他们必须要在天亮之前离开，并且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只因她知道卢妹怀孕了，而这个孩子还不是丈夫乔瓦尼的。贵为教皇之女，卢克雷奇亚不仅有着绝世容颜，更有着清醒聪明的头脑。此时的卢妹已经怀有身孕，但却不是丈夫的骨血。清醒的她果断选择逃走。然而在和茱莉亚赶回罗马的路上，却撞上了敌人法国军队的巡逻兵。卢妹和茱莉亚就这样成了人质。但冰雪聪明的卢妹很快就将用她的魅力征服法国国王，在晚宴上初次展露了她的外交天赋。坐在法王身旁的卢妹表示，自己可以用这个酒杯为陛下算命。My mother taught me. She was a courtesan, Your Highness.Really? Prettiest in Rome. And she knew her runes. 随后卢妹便端起酒杯开始算命，她在杯中看到了2支军队短兵相接。 Is there a winner? There. And I see his face. Is it handsome, this face? No. I would not call it handsome. Is it ugly, then? No. No. 很有自知之明的法王接着问，是像自己这样丑的吗？但卢妹摇摇头，表示一点也不像。The winner that you saw in the Copliquencia Was not as handsome as you, Your Highness. Nor as gracious. Nor as kind. 几个彩虹屁将法王吹得忘乎所以，于是卢妹接着抓准时机，表示其实并没有战胜者和战败者，因为在她看来战争没有赢家，想以此来说服法王放下进攻罗马的念头。然而他却没想到，眼前的法王热衷于暴力与征服，并且他还告诉卢妹，明天就将向她展示如何打下一场漂亮的胜仗。到了第二天一早，卢妹见识到了浩浩荡荡的法国军队，几乎淹没了整个地平线。法王也洋洋得意地将卢妹带到前线，展示他们研制出来的新型大炮，带着链条的炮弹，能在宽阔的地形上将敌人的前排砸得血肉模糊。而对面的罗马军队在人力与武力上与法军都有着天壤之别，显然胜负已经十分明显。于是卢妹决定在此刻冒险一搏，直接请求法王延迟大炮的发射，随后便策马奔向了对面的罗马军队。将军一遍遍催促着法王，让他下令进攻，不要延误了战机。 Your Highness, I strongly urge you to take... You will wait. I will not harm her. 此时卢妹来到罗马军队，发现领队的正是他的二哥胡安。他先表明自己已经被法王抓作人质，随后清醒地跟哥哥分析局势，目前败局已定，如果再继续只会全军覆没。但哥哥胡安却怎么都不能接受认输投降。 Then do not call it that. Call it common sense. Say the French king asks for terms. 但哥哥却不知道自己能开出什么条件。卢妹便在此刻担当起了罗马大使的职责，回到法国军队找法王和谈。他开始给法王洗脑，对面以为他要洗劫罗马，所以才出兵阻拦，但其实他只是想经过罗马去攻占那不勒斯。 I told him you were a gentleman. You had no such idea. You had no such idea, had you? No such idea. So, my brother, the Duke of Gandia, the Gonfaloniere of the Papal armies, bids you welcome to Rome. 下一刻，罗马军队调转马头，全线撤退。用一己之力守护了罗马的，正是教皇之女卢克雷奇亚。了婚姻盟约，将卢妹置于危险的境地而不顾，表示一定会让她付出代价。这段时间的殚精竭虑和舟车劳顿，也让在特殊时期的卢妹变得虚弱，直接体力不支倒下了。凯撒还以为妹妹生病了，急得要立马去请医生，但卢妹却阻止了他。巨大变化
为了保证妹妹以及肚子里孩子的安全，凯撒将她托付给了信任的修女照顾，并且开始准备帮卢妹离婚。Goodbye, sister. 另一边，法王走进教堂寻找教皇，却意外地看到罗马教皇竟穿着一身破旧布衣以及一双朴实无华的草鞋。前一秒 Is that as we expected? Does the Pope of Rome disappoint, Your Highness? Had you hoped for gold and silver vestments? Display has its purpose, but simplicity must rule our hearts. 教皇的一席话，让法王的心灵都得到了净化和升华。此前在死对头枢机主教老罗添油加醋的描述下，教皇德不配位应当被立马废除，但他却并没有马上回到罗马，而是绕道去了妹夫乔瓦尼的城堡，礼貌地将他请了过来。神圣的庄严神圣的教皇最大的爱好便是给美女洗澡。然而，当他正在兴头上时，侍从过来通报， And forgive me, Holy Father, she is here. 快步赶来的正是教皇的情人茱莉亚。教皇立马变脸，让浴缸里的美女赶快离开，随后便自己坐进浴缸中，假装无事发生。Julia Farnese, we have a mission. 此时的美女已经从后门偷偷溜走，本以为就这样瞒天过海，然而细心的茱莉亚却还是在床单下找到了蛛丝马迹。只是她没想到，罗马教皇的放纵还远不止于此。毕竟铁叔似乎逃不过禁忌之恋的宿命。最近一个相貌清秀的小工匠引起了教皇的注意，不过他的内心十分纠结，并未轻易迈出那一步。毕竟这条罪名属实不小，只好暂时止步于深情的观望。然而这一晚，教皇睡不着，深夜出来散步，却命运般的再次撞见了清秀的小工匠。 You normally work at night. Your Holiness. Come here where I can see you. 小工匠忐忑地走到教皇面前，却怯生生地不敢抬头看他。 Come here. I won't bite. 在教皇的一步步诱导下，青涩的小工匠来到了他的面前，任由摆布。终于，他缓缓靠近，触摸对方后，才意外发现藏在帽子下的竟是一头金色长发。 Forgive me. Why would one hide such beauty? 小工匠女扮男装是为了成为学徒，但得知了真相的教皇却是收获了意外的惊喜。只是情人茱莉亚也将这一幕尽收眼底，她害怕自己的地位会受到威胁，毕竟即使她再艳美绝伦，也敌不过更年轻的身体。于是茱莉亚便向另一个女人寻求经验，那便是教皇的原配夫人。当年她自己也是仗着年轻貌美，从原配夫人的手中夺走了教皇的心。 You must hate me. No. And if you would take my advice, don't do as I did. Rage, remonstrate, play the wounded wife. 原配夫人用自己失败的经验提醒茱莉亚，表示作为教皇身边的女人，就必须要能够容忍他的花心，但却也不能完全坐以待毙。 Let him look both ways. But be sure one of those gazes falls on you. 聪明的茱莉亚立马理解了其中深意，随后便在蒙面舞会上找到女扮男装的小工匠，将她带去僻静的角落，摘下了她的假发。 You are now Aphrodite, lover of Hermes. 看到这一幕的教皇，属实是有些惊喜和意外，随后便愉快地加入了他们。第二天一早醒来，教皇又必须为这荒唐的一晚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 Is it by our invitation or by yours? Our memory is. I'm afraid it was I, Your Holiness. 就这样，茱莉亚不仅牢牢守住了自己的地位，还会时常帮教皇安排刺激的小游戏，哄得教皇开心了，便将监察和管理教廷账册的重任交给了他。茱莉亚用她的手段，成为了教皇身边最无可替代的女人。 Who is my dear sister tonight? I am Echo. I may not be Narcissus, but may I dance with Echo?
妹妹卢克雷奇亚终于摆脱婚姻，恢复单身，哥哥也终于能够日日与她在一起。只是卢妹的心中始终还记挂着她孩子的父亲。心生醋意的哥哥一遍遍地向卢妹问起孩子的生父。I grew Paolo, but I called him Narcissus, so divine was his face. Should I envy him then? 然而卢妹不知道的是，他日思夜想的情郎保罗此刻已经跋山涉水，独自来到了罗马城，但他却不知道卢妹身处何地。他对卢妹的了解也仅限于她的身份和名字，而此时一个好心的姐姐却告诉保罗，或许她能帮他找到卢克雷奇亚。于是保罗便跟随着姐姐的步伐，却来到了一条肮脏混乱的小巷。楼上的姐姐纷纷朝他招手，表示只要给钱，他们都可以是卢克雷奇亚。但保罗表示，他要找的卢克雷奇亚姓波吉亚。Lucrezia Borgia! Oh, she costs more than a shilling. 保罗这才意识到这里是什么地方，赶紧转身离开。无依无靠的他只能开始毫无头绪的寻找，但上天似乎是眷顾虔诚的信徒。幸运的保罗真的在这天看到了他日思夜想的身影。这天是圣阿加莎节，卢妹来到喷泉前，扔下一颗硬币为他的儿子祈祷。然而当他再度睁眼时，泉水竟倒映出爱人保罗的身影。但还不等卢妹反应过来，保罗就被二哥胡安一把按进水里，指责他一个乡巴佬竟敢来骚扰教皇之女，说着就要一刀杀了保罗。卢妹立马阻止。You know this coming up. I do not. 卢妹无法承认与保罗的关系，因为一旦被二哥知道真相，那保罗就真的只有死命一条。他只好用今日是圣阿加莎节为由，劝阻哥哥不要使用暴力。胡安这才答应放人，而保罗也立马诚恳地请求得到原谅，并想请对方告知要如何赎罪。 Say a prayer by this fountain at midnight. 聪明的保罗瞬间明白，卢妹是在约他午夜在此地相见。到了午夜时分，两人终于能够无所顾忌地奔向彼此，倾诉着无尽的思念。但卢妹甚至保罗身在罗马有多危险，即使万般不舍，为了保全性命，也只能让保罗离开。而保罗却想在离开前看一眼他们的儿子。不忍拒绝的卢妹答应会为他安排见面。然而此刻在角落里，二哥胡安却愤怒地看着这一切。卢妹回去后立马找到最疼爱的他的大哥凯撒，请求他帮忙安排一个房间。 You loved him, sis. I did. Perhaps I do. 宠妹狂魔凯撒醋意大发，但还是选择帮妹妹实现心愿。在凯撒的掩护下，一家三口终于在母亲家得以短暂团聚。可正当他们享受着难得的相聚时光时，二哥胡安也悄悄地回到母亲家，度过了甜蜜一晚后，保罗不得不在天刚擦亮时就离开。 You were right. You know I cannot read. Well, you must learn then. 卢妹含泪目送着保罗离开，却没想到这竟是永别。刚刚离开庄园，保罗就被人掳走，被吊死在街头。而得知了消息的卢妹不顾一切冲了过去。Don't look. Let's pluck my eyes out. 此刻的卢妹再也不想去顾及她的家族荣耀，趴在保罗的尸体上放声痛哭。她不停地责怪着自己，还以为保罗是因为自己逼她离开才心碎自尽。凯撒拿起地上的遗书想要宽慰妹妹，但卢妹拿过一看，却瞬间变了脸色。女人故意将